重稀土的加工，几乎90%以上是中国大陆，到别的市场去买，你一定买不到这个价钱。中国建立一个市场，先做一个整合。我有这个定价权，是因为加工的垄断在中国的手里，那更不要说澳洲的啊，或者说美国还有1、2个稀土工厂，你只有跟着中国价钱走，因为它绝对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竞争，它的成本一定高于中国大陆啊。将来即使是西方很多国家，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们已经把定价权已经交给了中国的手里面啊，将来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会更加增加难度。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是2026年中国大陆这一回亮出它的稀土定价权的一个王牌。那 G7 开始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结果，他们是慌张了，现在聚在一起讨论要来设这个稀土的价格底线。那另外一方面呢，日本则是不断的祭出它的深海的豪赌，在这边要挖这个稀土矿。不过呢，会不会沦为笑话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注。2026才刚开始，我们要来看到大陆现在呢亮出它的今年的第一张王牌，正式宣告呢，稀土价格武器会成为它的一个王牌战。因为呢，我们要来看到1月9号正式上线的这个是中国的包头稀土产品交易所，在这边它有了一个全新的稀土价格指数，也全面的上线了。指数涵盖的范围包括了许多的稀有的稀土，不管是从蓝到钋到铼等等都是。但涵盖的这些范围包括了每日的成交价、单周的价格指数，还有单月的价格未来预期。现在可以看到股东的结构也相当的完整，一共是13家来自于中央跟地方企业一起来出资的。所以呢，可以看到包括了这个北方稀土啊、中国稀土等等企业都涵盖在范围当中。所以可以看到中国从这个原料开始掌握源头，一直到加工，甚至现在还掌握了整体这个定价权的垄断，被视为是稀土3大步骤的大战略。等于掌握了全球的话语权吗？它未来可以做一个官方的定价锚吗？上次哥怎么看？哇，2026年如果对全世界资本圈来说，这个中国大陆推出这个稀土的交易所，真的是震惊四座。而且要知道，这个美林高盛啊、包括野村都没有掌握到前面有任何迹象信息。所以中国大陆真的是有备而来，而且推出这个东西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它其实是一个整体，得是凭空出世，在沙漠中，广大的资本沙漠中，它萌生个绿洲啊，所以会很吸引到很多人关注，甚至会投入。为什么这样讲？中国大陆为什么这么做啦？首先，我们先来看，首先，在整个稀土来说，它基本上在长期从这2年被视为是中国大陆的国家政治操控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就有很多东西对于一个中国的指责，而且有很多的怀疑、很多悬疑，很难相信。现在下放到一个市场机制，所以当你有个具体的交易所，都是电脑在交易，也有监管的部分的体制的时候，它会从国家控制变成仿佛是市场在流通哈。第二部分是各位要知道，稀土管制成本对中国很高，你抓大放小，抓小放大，整个政府部门里头有多少人做这些事情，海关都累死了。所以当它变成个市场交易的时候，就是第3点。一旦完成这交易所的时候，因为价格会清楚，因为流动清楚，所以它就反而变得相对透明。什么意思？谁买，谁在操作，谁在卖，这些东西的所有的需求会因此就不用中国大陆用情报系统去掌握了，市场都追踪得到，而且秀的实力就让你看到13家，大家都不知道稀土是谁，这13家变全世界最厉害的13家公司，所以可以拉抬整个在稀土产业的市场性。所以在这点，我要注意，中国大陆最近有整个大的结构，包括黄金。那其实对资本投资有概念的时候，其实这整个概念是什么？是学伦敦金属交易所。我们知道 LME 伦敦交易所它已经发展了上百年了，它当时其实就为了不锈钢材这件事情，所以它金属交易包括了铜、铝、镍、锌，包括铅、锡，主要这2个。后来金跟银也可以交易，所以它掌握了这个权利。伦敦很厉害哦，当时连伦敦老它什么概念？它就是做期货交易。在这里，大家买3个月之后的去预测那个价格再交易，然后呢又有期权，你买不了矿，你买它的权利吧。还有伦敦最厉害的是，也可以在伦敦交易。我因为过去曾经有这个长辈带我这个操作一下镍矿哈，所以我完全了解过程。伦敦的厉害之处就包括我比如买了1吨的镍，
我是可以真的交易，然后在伦敦做矿物提出来。中国大陆现在正在进行的，比如说像黄金，黄金可能放在上海，但它的交易像香港未来会成为黄金另外一个新的交易所。你可以看到中国大陆现在要挣脱全世界对它的各种的资本结构制度的控制，它开始长出自己的结构。黄金可以猜测它要平衡别人，平衡美金，但稀土这是中国大陆的绝对权威，令人侧目，也值得关注下去哦。好，所以看到稀土正式的进入在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易金融市场里面，那被视为是稀土界的上证指数哦。所以呢，我们看到欧洲国家看在眼里，现在可紧张了。包括 G7 的财长，赶快呢就说，我们现在赶快聚在一起吧，讨论一下现在到底该怎么做呢？尤其是我们看到这一位是 G7 的财长，他在华盛顿这边召开的紧急会议，直接点出了财长贝森特的心里话，就是说，赶快吧，我们一起设立所谓的稀土价格底线。不要被中国大陆给完全掌控了。但是现实是 G7 他们其实矿产需求非常高，全球的话他们就占比的大概达到60%。但是讽刺的是，包括了说这个稀土他们拿不到货，没有加工配套，又没有成本优势，到底要怎么去掌握这个定价，跟中国大陆来比拼呢？大师怎么看？对，因为你要掌握它的定价的一个权利哈，你前面要有2个先有的基础。刚刚也提到，就是说，第一个，你要原料你要垄断；第二个，加工的技术你要垄断。对，那所以这个东西你才有定价权的垄断。那也就是中国建立一个市场，这个市场用市场机制来决定这个价格，也就是中国本身的13家或23家稀土产业之间的这个价钱这个相关的产品的价钱它透过这个交易市场这个市场机制先做一个整合，那你这个价格出来以后，你外面可以不从了，不从你就到别的市场去买了，对不对？你一定买不到这个价钱。那也就是说，我有这个价钱，我有这个定价权，原因是因为大部分的怎么样？这个所谓的这个加工的垄断在中国的手里，尤其重稀土的加工，几乎90%以上是中国大陆。那你原料，中国大陆不见得是完全垄断，可是呢？那也已经说是大部分中国大陆可以控制了，那问题就变成你的加工垄断是中国大陆，那所以你这种重稀土的话，那中国的市场机制决定了一个中国所有这些出产稀土国家，大家都照这个指数来定价的话，你想到中国来这个在中国的不同市场中市场的混乱价格中你捡便宜那个是捡漏是没有机会了，那更不要说外面中国市场外面。这一些还有的这个，比如说澳洲的或者说美国还有1-2个这个稀土工厂，你只有跟着中国价钱走，因为它绝对没有办法跟中国的产品做什么，做这个竞争它的成本一定高于中国大陆所以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说，中国大陆抓住这个机会把整个一整类的产品抓到自己手里来定价，这个是一个在中国在全球性的竞争里面那掌握了一个先机，也掌握个优势，所以呢，我觉得第一个把中国市场自己本身先整合起来，联合起来，这就很重要。中国市场的中国厂商彼此大家怎么样不恶性竞争，大家都怎么样顾及彼此的这个做一个底线的一个，要从市场机制里面做出一个指数出来，对，你就不要乱定价了。那这样子的情况之下，我觉得就变成必然会成功。那等中国大陆掌握了定价权，那将来即使是西方很多国家，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在取代中国的稀土一定他们会有越来越多的稀土。可是呢，他们已经把定价权已经交给了中国的手里面将来要跟中国竞争的话，会更加增加难度。好，我们现在看到中国大陆掌握了这个定价权之后，不只是欧洲国家紧张，其实另外一个国家，东亚的日本也非常的紧张，因为中日关系先前陷入非常紧张的气氛，所以中国大陆不是对这个日本加强在居民两用的这个物资出口管制吗？这当中就包含了稀土，那所以日本呢，他就要自己想办法看看能不能自己来开采稀土，于是他们就是在这个南辽岛深海稀土这边来做开采，但是现在其实我们画面上可以看到，它也面临到了许多问题，不管是它的稀土矿船
矿船水深的问题，或者是它这个大规模稀土泥浆开采的技术挑战，或者是它的成本都甚至最多比大陆高了数十倍等等，都有非常致命的问题。再来就是确实中国大陆掌握了90%以上，从稀土的精炼一直到加工等等，就连唯一可以帮忙日本的美国，它的这个唯一的稀土矿，加州的这个轻稀土矿80%都还是要运回中国大陆去做加工。那日本这场豪赌到底能不能成功？干哥怎么看？好，我们先不说到底能不能成功，我们要先看它到底要在多深的海底去挖稀土矿哈。这个其实是在多久？4年以前啊，日本的海洋研究机构 JAMSTEC 这个机构它发现了，说在小笠原群岛那里面的南鸟岛啊，小笠原群岛距离东京2000公里，很远啊。但是这个就是偷袭珍珠港当年日军联合舰队的集结地，这个地方的水很深，这地方是专门供应就是大型军舰啊，准备开拔往前进，而且那边的天气在太平洋里面算是比较好的一个地方。所以小笠原群岛其实老实讲一句，日本很重视一块区域，所以他们做很多科研，结果真的在4年前就发现说，哎，这海底有稀土哎，不过平均深度是多少？6000公尺。6000公尺是什么概念？大家知道吗？大家知道铁达尼号沉在多深的海底？2000公尺。是，它是3倍。你3倍，你有没有这个技术跟能力？我现在讲一句实在话，除非国家支持，也就是说，不是叫一个科研机构去动手挖，它其实用了3个礼拜的时间试挖看看，在2470公尺的地方，他们挖到了一些样本，去这个比对之后，发现这些稀土有地、如、山等等这些稀土的基本元素，觉得这非常有开采价值。然后它的那个钻头哈，那高差不多70公尺。然后呢，他们就说，那个巨型钻井水管啊有60条，他们说这些装备去挖的话应该够了。可是我可以告诉各位，这远远不够。为什么？这就有点像什么？就像有点像你在月球采矿一样，那是多么的艰难呢？我来讲一下海水采矿有多难。我讲一个趣事给大家听。2018年的时候，我们现在的外交部长林佳龙，以前是我们的台中市长，他跟德国非常有名的一个公司叫霍夫曼探勘公司说，要在台中市的外海。他要开采这个每年啊可以开采出多少吨的那个镁或锂，你知道？结果发现是骗局一场，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霍夫曼来跟他张灯结彩来握手，然后盖章，然后签那个合作备忘录。结果我们国内的媒体一查，霍夫曼在那个德国哈是巴伐利亚乡下的一个民宅里面的一人公司，就一个人而已。我们。然后他说他要在台湾投资1100亿，结果马上打电话回去，人都跑不见了。他到底拿了什么好处，我们不知道。所以我讲这个小故事的原因是告诉各位，外国也会来骗子的。所以日本说他们要开采这个小笠原群岛里面的稀土矿产，我觉得根本就是不可行。我怀疑啊，当然日本是一个成熟的社会，但他们怎么会异想天开到？就算你提炼出这样子的稀土元素，你还不是要送回中国去提炼？因为你没有精炼技术。日本现在正在就是说想尽办法从澳洲、从美国进口稀土，然后也提升自己的精炼技术。但是那要好多年嘛，就跟氢能源一样，那不是2天做得到的事情嘛。所以我觉得这个听起来都觉得像天方夜谭一般哈。我认为还是回到现实面里面来，地球号。你挖不到的，就算你挖到了，你会发现很难提炼。当你在就是说中途发现自己做不到的时候，你就会把这个计划整个给抛弃了。这只是给国内的一些民众或者产业增加一点信心而已，对于实质的这个稀土产业是一点帮助都没有的。好，观众朋友，今天节目赶快来看到，我们今天要关心到的是北京这一回对日本祭出的3连击是全面的启动，尤其我们今天会在经济上啊、军事上面等等的层面，还有半导体的这个调查上面来做检讨。先来看到这个3连击，包括了有稀土、半导体跟渤海的军演，要掐住日本的命脉。
那么日本则是祭出这种光阻剂来反制，能不能有效呢？今天节目一起来关心。好，赶快3个火线话题，今天会请来宾来帮我们特别做解答的是，中国大陆现在全面封锁了，从这个经济面，我们看到他做出的事情，就是在稀土跟有关于2氧细烷针对日本出手。那日本的高科技产业会因此而直接断链，甚至现在预估这个损失金额达到数十兆日元吗？第二件事情在军事层面，我们来做解读，就是大陆它连续的在渤海这边的高强度军演，是对日本这个军国主义复辟的一个贺阻吗？还是单纯秀秀军事肌肉，战力到底有多强呢？最后也会来关心到的是日本则是做出了它的反制，是利用它的光阻剂当做它的最强王牌。大陆会不会被卡死，还是早就已经准备好自给自足，可以做全面脱钩呢？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关心。好，刚刚讲的是大陆的3连杀，所以包括从经济、军事到科技都有，而且是连着好几天一连串的各种制裁。首先看到6日，商务部已经宣布了全面升级对日本的军民两用的各种物资的出口管制。那当然了，现在大家也在最关心的就是稀土的管制对日本的冲击到底有多大呢？第二个冲击就是7号的时候对日本制的这个晶片关键材料2氧细烷来启动反倾销调查。要知道，每一年日本出口给大陆非常多的2氧细烷。最后我们来看到是渤海这边举行的军事演习，直指战略核心，对日本的冲击，赶快立刻的来看到。有关于稀土啊，日本其实非常的依赖大陆的稀土，占比更是最多高达了70%。现在来估算，靠着稀土要做的产品，每一年将会超过10兆日元。现在没有稀土了，日本怎么办呢？第二个事情，对于日本的冲击就是刚刚说的2氧细烷，每年呢日本出口幅度高达了4000公吨啊。那现在大陆呢就是要针对非常多的这个日本的这个出口2氧细烷的公司来特别做反倾销调查，这边直指3家公司，包括了信越化学、发商业空、日本子公司跟三菱化学等等。最后是在渤海的演习，为什么这边特别的重要？就是因为这边是经济暨出海的门户，从去年开始它就已经连续禁航了，紧张情势在这边可以看得出是在明显的升级当中。节目一开始要特别请教赖老师了，这一连串的制裁对于日本来说到底有多伤？有没有可能直接伤到日本的产业命脉？当然会伤到啊，因为这次跟10年前的稀土的管制就不一样了。10年前的稀土管制是政策工具性的，这次是制度法律性的。制度法律性的，也就是说，它有1000多项产品都是在管制的范围内。管制范围，那也就是要经过批准啊。这个不只是对于中国大陆的企业的厂商，把这些军民两用的物项卖到日本去，也经过第三方。也就是说，如果你美国假设或是台湾，你向大陆进口的稀土，然后你加工制作成为一个例如说磁铁好了，然后你再把它卖到日本去。那对不起，你要经过大陆的同意，那就是第三方的一个管制。而且呢，也已经讲得很明白，如果你没有经过中国大陆同意，你是偷偷的卖给大陆的话，卖给日本，你可能要接受法律上的责任哦。那也就是说，大陆就有权利对你完全断供。这个对于台湾也好，或是对于其他的任何第三方来说的话，它的这个风险就很高了。我们一般做生意的人来讲，你风险越高，他就越不愿意做嘛。要不就是你要付出更多的代价，你要给我更多的钱。那这样的话，我还有可能因为钱而铤而走险。另外，日本它要不就是采用美国的方法，也就是透过这个走私的方式例如说透过废料或者透过各种走私到缅甸或者第三方的时候再出去。但是你看大陆现在很多的贵州的有一些人都被抓了，有一些官员都被抓了，有很多的这些走私的这些矿产的这些人都被抓了。这代表什么？他们的执法是越来越有效，而且是越来越严格。好，那一旦是如此的话，当你日本如果没有办法充分的或者是很稳定的从中国大陆那边你获得你所需要的中重稀土的话，这个对于日本的工业当然会造成很大的影响嘛。这不只是汽车工业这个半导体各方面都会产生影响。那么更重要的是军事工业，基本上日本要发展，那就难度就很高了。因为你以日本来讲，你飞机制造 F1、F2，或者是你要跟
意大利啊，你要跟英国合作，那对不起，你只要跟日本合作的话，有跟中国大陆有关的稀土，尤其是中重稀土，那你可能就没办法。所以5代战机对日本来说，很有可能就会夭折了，因为他们这些国家可能会考虑把日本引进来，或许我就没办法从中国大陆那边拿到我战机所需要的永磁土，我的磁铁没有啊，我根本没办法这样做。好，那不管是导弹034，或者是12.4。或者是军民两用的话，甚至你连军用卡车、军用车辆，那甚至连甲车、装甲车，你所需要用的发动机，那你可能都没办法了，因为它都需要用到磁铁，可能都没办法。好，那这次谈到的是第2号公告，也就是说这是2026年中国大陆出来的第一个公告，就是对于这些所有的军民两用物项的一个全面性的管制。第2份公告。就是对您刚刚讲的这个二氯细烷，二氯细烷在大陆他们叫做2氯2氢硅这跟我们台湾的名称不一样，但同样的东西，这个东西是用在晶圆做晶片的这一层薄膜。我们要问的是，大陆有没有替代品？有了，大陆已经有替代品。那日本原本占全世界的份额多少？8成。它在出口这个部分占全世界是排名第2，但是它占有全世界的比重8成，所以这个是对日本来讲是很大的一个工业也很大的一笔这个收入。对。可是问题是中国大陆的半导体基本量占全世界多少？总生产量在今年来讲，绝对会超过40%以上，有人估计可能会到50%，也说不一定。例如说成熟制成的晶片，中国大陆就占了70%嘛。这个12寸晶圆的28奈米你可以知道中国大陆几乎在全世界占有70%，所以你晶片生产多少，你就要使用到这个化学原料，要使用到多少。那以大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如果说我晶圆的生产量占全世界1半以上的话，那你日本等于是我出口的这个4000公吨，我等于是有1半以上都是卖到中国大陆去。那从现在开始启动调查，如果1年以后说你有反倾销的一个问题的话，那请问一下，它的关税如果是285%，或是400多，或是600多，那是由中国大陆自己来判断。你基本上都卖不进去大陆，你根本没有大陆市场，那你这些公司它的股价当然跌嘛，它的整个营业额会往下降，它必须要进行裁员减少人员，它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小。那中国大陆的公司规模会越来越大，为什么？因为他用1年的调查时间，所以等于是给中国大陆1年去准备它的足够的募集的基金，因为所有人都会看到说，哇，中国大陆的这些厂商有未来，因为拥抱自己的国内的市场都吃不完了，那很多的基金就会投进去，它的公司规模一下子会扩大。它把它的产能准备好以后，明年调查一旦结束，然后你日本的产品开始卖不进来的时候，中国大陆的产品开始补货来接你的市场的缺额。这个情形对日本的未来来说，这些公司搞不好连存活的可能性都会越来越低。好，刚刚特别看到是这一次大陆的3连杀，特别针对了经济，还有针对了他们的这一些高科技公司做的击杀。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有在军事上面，就是在渤海这边的演习，这3个击杀，将军用怎么看对于日本的冲击？我觉得从去年高市早苗发表这个跟涉台有关的言论之后，中国大陆对日本的各项采取的措施是接连的连环拳，接连不断。除了在经济跟科技方面，军事上面也是不断的加码，而且没有停止过。从去年我们刚开始到现在，我们看到的是黄海好几次的军演。那另外钓鱼台那边，中国也加强战备警巡的能力。另外，在日本本岛周边来讲，它除了说用辽宁舰到穿过宫古海峡到日本的东部海域去实施所谓的战备警巡之外，它也跟俄罗斯合作，实施联合空中战备警巡。然后俄罗斯所用的图95战机的航线，跟这个解放军所用的轰6战机，刚好对日本形成一个包围之势。但是这件事情是不是就此告结束了？我觉得没有。在今天我们又听到一个更新的最新的一个军演的一个讯息，就是解放军又要在渤海实施军演。那这次渤海军演跟以往的几次有什么不同？
这次很明显的是用了4艘055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做军演啊。那第一个我们看地点它选择在渤海，渤海有2个意义。第一个，它是曾经甲午战争发生的地点，所以说大陆来讲的话，它选择这个地方来做演练，很明显的是要汲取国耻的教训激发全民同仇敌忾的心理，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我认为选择在渤海，那第二个意义就是它要捍卫它的中枢所以北京、天津还有这个河北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就中部战区的划分来讲，它属于是中部战区，也就是它战略预备队的核心所在位置。我们知道大陆战区分为东南西北另外还有个中部战区。那中部战区就是核心的位置，也就是除了巩固经济的安全之外，也就是整个国家战略预备队在这个地方。那我想说，选择在这个地方军演，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是不是大陆也看到前几天这个美国队委对他动手？那当然我们不认为说是美军会异想天开、愚蠢到对中国大陆来实施所谓的斩首作战。但是这个对军人来讲的话，当然你要做最坏打算，做最好的准备。那也因此，他用了4艘驱逐舰055这种大驱的驱逐舰在这边摆成一列，所以严阵以待。那1艘055的战力有多强呢？我们讲2件事情。第一件事情，这个所谓航母战斗群呢，不管是辽宁或者山东航母战斗群，它通常所编配的带刀侍卫就是055，大概只有1艘。那也曾经在演习过程之中，单独1艘055驱逐舰，就是南昌号，它单独去单挑美军的航母战斗群，这种在这个之前的演训也曾经发生过。第3个你知道吗？曾经有1艘055驱逐舰带着1艘的这个补给船，还有1艘054护卫舰，它就可以远航到澳洲、纽西兰去绕了一圈回来。所以光1艘055的战力，我们就可以看得出来。但这次居然用了4艘，而且是摆在这么窄一个渤海海域，可见呢，大陆来讲用军事威慑日本的决心是不会停止的。第3个，我觉得这件事情最后会形成一种常态化，因为从去年11月到现在已经2个多月了，但是军事演习的这种力道没有看到它放轻。所以我认为之后，这次055的在渤海的军演之后，一定还会再看到紧接着而来解放军还有在这个所谓东海地区的军演。那这个方面可能日本要做好心理准备，这方面可能解放军如果说是高市扫描不收回相关言论，那大陆在这个地方的军演可能会形成一种常态化的军演。好，大陆的3连杀，科技、经济，还有将军刚刚特别帮我们强调的，大陆解放军正在加强它的军事化的军演，秀出它的威慑力。另外一方面，我们看到那日本呢，看到各种的状况，它现在则是祭出了反制，但是重点是有没有效呢？日本祭出的反制的最后王牌是它的光阻剂。目前我们来看看光阻剂对于日本来说有多重要，因为日本掌控了全球70%的光阻剂市场，尤其在高端的 EUV 光阻剂更是掌握市占率高达95%。瑞银也评估了这张王牌可以让日本好好的使用，一直用到2030年。当然，北京在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状况，他也赶快来追赶。去年已经完成光阻剂的一些测试标准，解决了目前的显影的一个缺陷。那2年前国产化已经突破了10%，目标在今年2026就可以达到40%。中国真的已经做好准备，可以全面脱钩了吗？日本这一次的反制会不会把中国卡死？委员又怎么看？没办法卡死。为什么？因为光阻剂有4种，第一种叫初阶的，叫 I-line， 那成熟制程大部分用这个做光阻剂，那中国大陆大部分成熟制程，所以用这个 OK 自己生产了100%不用担心。那第二个稍微比较高阶一点，叫 KRF，这个 KRF 这种光阻剂呢，那这个叫做中阶光阻剂，那中国大陆用很多，也可以自己生产。那价钱稍微贵一点比日本是比较便宜，而日本故意在杀这个市场嘛，那第3个就是 ARF， 这个算是中高阶的光阻剂，那中国大陆也能生产，但被认为品质没有日本那么好。但是如果说买不到，将就一下也 OK， 也可以用好。然后最重要是 EUV 的最高阶的光阻剂。中国不需要用，为什么？中国没有那种 EUV 光刻机，所以用不着所以目前来看，日本要用光阻剂这个反制，
目前有困难，做不到，而且还会失去市场。以前呢，他们2019年到2020年用在韩国身上有效，因为韩国当时 DUV 已经 OK 了，而且自己的这些做光伏剂的做不太出来。是，但是对中国来讲，目前没有办法这个遏制中国的这个光伏剂什么卡死啊，那不必不用担心最重要就是说，中国的 EUV 光刻机后的最高阶的那个 ARF 也在突破当中，但是中国这边用量不大用量不大，所以要卡死，做不到。好，环球大战线的讨论焦点，我们现在把局势来看到东亚。日本跟中国大陆现在这个矛盾还在持续，两国之间航班已经取消达到40%了。那么中国接下来的杀手锏会拿出连美国都招架不住的稀土王牌来限制日本吗？我们来看个数据中国海关呢有统计，在11月大陆的稀土磁铁的出口量是成长13%的，已经接近7000万吨的水准。但是对日本的出口呢，还大幅增加高达305吨，这比10月又增加了35%，所以货是继续卖的。而且11月7号，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抛出了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样的说法，然后引发了中国大陆非常大的反弹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中国限制了旅游，限制了水产，但是重要的稀土还是继续卖。那日本这边他也知道这个稀土是未来的方向，也不能受限于人所以他们近期也宣布要开采在这个深海的一个稀土，甚至跟中亚国家来合作。那目前中国对日本的稀土供应策略呢，是养套杀吗？还是说，虽然高市早苗说了一些让习主席不是很开心的话，但是还没有到要打稀土这张牌来制裁的程度？想先问一下赖老师你的看法。稀土是这样的因为你开采稀土提炼，最后你还是要来卖的嘛，不然你就没有必要去开采去提炼它嘛因为开采要成本，需要钱，提炼它会需要成本，会需要钱，而且呢，它还需要很多的技术，需要很多的设备，你最终还是要把它卖掉来赚钱，你才能够继续让它生生不息、永续经营。但是问题是，如果有一些国家，它对于你做一些科技上的限制跟禁止的时候，你当然也要拿出一些东西来反制。那你就看说哪一些东西它没有，刚好稀土就是你这些美国等相关的国家它所没有的或是缺少的，那当然就可以用这个来控制、限制它。其他的国家一样可以供应。但是问题就在于，美国也都知道，日本也知道，日本10几年前的时候，它就被这个中国大陆禁止限制过稀土，因为他当时也要用半导体来遏制中国的发展。那中国大陆就说好了，你半导体原料那限制我，那我稀土我就不给你了。那也造成了日本当时产业界的一阵恐慌。10年前日本就已经说要去挖这个深水的泥土了，10年前已经投资了，搞了10年了。那为什么没有成功？非但没有减少依赖，反而更加深依赖。这原因很简单，南鸟岛或者是最早他们说在冲之鸟礁那边有发现有稀土，可是问题在深水海域中，你的开采起来的时候，你开采的设备，你开采的数量，还有你的整个成本，到最后你在提炼它的时候，那问题就来自于精加工，你还是没有这个能力。那你要具备有精加工的能力，就是精炼的能力了。你基本上你还是需要有学校，要有大学的教授，有研究生，有这些科系的学生来帮助你，然后你还要再做设备，所以这些都需要很多的钱，需要很长的力量的投资。那问题就在于，当你在做的时候，中国大陆已经是非常有效率的了，非常有效率，而且本身是非常好的稀土矿，因为大陆都是在最好的稀土矿这边来去开采稀土，所以它的提炼、它的开采、提炼到这个最后做成精炼的时候，它已经是一条龙的一种方式，所以它成本已经可以控制到非常好的一个程度。那你日本，你的成本呢？你的成本很高，你的成本很高，你的价格就非常的高。你价格很高，我们的问题就来了。第一个，你是国营企业还是民营企业？如果是国营企业，可以政府来贴钱。对。可是如果你是民营企业呢？那问题就在于，为什么我们会说美国跟欧洲跟日本，你打死我也不相信你做得出来？因为你一定是民营企业。为什么？
美国这样的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没有国营企业，它一定是民营企业。好，那你民营企业，如果你用政府的补贴，我可以告你，可以到 WTO 告你。也就是说，补贴的企业它要受制裁的，补贴的国家它要受制裁的，所以我就有个筹码来去制裁你了。所以补贴本身会被制裁。第二个就是你开采出来以后，你的数量自己国内能不能满足你的这个经济效益？是。那你国内的数量不够，因为中国大陆是卖到全世界。那我如果美国或者我日本，我自己开采出来，我只卖到我自己的国内，那这个市场太小，它要卖到海外去。可是问题是你卖到海外去没有这个竞争力，那你卖国内，你的企业它的价格这么的高，那我国内的买家，我可以从中国大陆买便宜的，我为什么要买你贵的？那目前美国他们的主张是说，那我就做一个最低价位的定价。说你不能够买于最低价位，可是我如果是买家，我为什么要听政府的？我为什么要买贵的稀土？我不买中国大陆便宜又好的稀土？所以这个部分里面，你是不是政府又要补贴它？一补贴可不可以告？可以告。然后如果你禁止中国大陆的稀土进来，那基本上来讲还是可以再告你。为什么？歧视性的贸易行为。所以你会发现到最后，为什么美国早就知道它缺稀土，澳大利亚也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就是做不起来。都做不起来，就是因为它有我讲的这些限制，所以它永远做不起来。日本也别想，我个人是认为大陆现在的态度就是说，看你日本嚣张到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使出杀手锏，那就是你日本啊，因为要用就要用到最大的力道。所以我个人认为，大陆现在事实上是在慢慢的养到可以的时候就用出来，就直接出牌了。好，那么日本还有另外一个引爆的点，就是这个永和论哦，因为高市首相以俄乌战争为例呢，他积极推动这个安保3文件的修改计划，就是希望让无核三这个原则里头要删除其中不引进核武器的规定啊。这么一来会有哪一些变化呢？就是日本可以在国内部署美军的战术核武器，还有核武潜舰等等了。那这样子的军事假想敌是谁？相信就不言而喻嘛，一定是剑指中国大陆了嘛。对此，那中的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他当然就要出面来批评啊，说日本这样是破坏区域和平，然后中方是要坚决防止日本的军国主义啊，叫死灰复燃，不让你做这个核武，你还要想去改原则，这当然是不可以的问题。好，现在高市首相想改这个安保3文件，问题是这有这么容易吗？而且背后的老大美国他会允许吗？将军？我先解释一下什么叫安保3文件哈。那个我们这个请这个导播 Fox 在这个我们这上面的安保3文件，我跟各位解释一下，你就了解说这一个国家安全怎么回事。第一个，我们看到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一个国家的安全哈，不是只有靠国防军事，它包括地缘战略哈，包括你的军工产业，甚至于包括到你的国家的一个经济实力，最后还有国民的心理，整个都已经包括在里面。那我们讲这个日本这个国家地缘来讲的话，你看到它国土非常的狭长，是根本就没有任何的战略纵深可言，而且它周边所面临的都是大国哈，都是国土纵深很大的国家，包括到俄罗斯，包括到中国。所以在日本这种地缘战略上面，而且中俄两国都是核子大国，你贸然发展核子武器来讲的话，试问一下，以你日本这种这个国家的国土没有战略纵深状况下，如果说一枚核弹就足以将你所以南北完全切断。那当然，民众的心理你也要考虑到，民众心理到底愿不愿意这个恢复日本的军国主义，尤其是说日本这本身这个经过20次世界大战被轰过2颗原子弹，很多的民众记忆还犹新了哈。然后他们愿不愿意要用发展核武来嚇阻自己国家被核武打击？这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第二个，我们讲到是国家防卫战略。国家安全防卫战略是支持国家安全战略，但是国家安全保障战略却是指导国家防卫战略。简单的讲，就是国家的国防政策要采取什么样国防政策？你到底要采取攻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守势的国防政策，还是要采取恢复你日本自己本身以前的自卫队的和平宪法的宪章，还是要恢复成一个军国主义，恢复所谓他们自己所谓的一个正常国家，建立一个正常军事武力？那依据这个我们刚刚讲的，我认为说是就日本来讲的话，你当初因为有的这个和平宪章采取只有一个自卫
自卫国家的能力来讲的话，不采取军国主义的政策，所以才能够确保你2次世界战后80年的和平没有经过战乱，而且你可以将国家很多的这个原来用在军队的资源来讲发展到你的经济上面，其实对你国家来讲是反而有利的。那最后一个我们看到防卫力整备，也就是依据你的防卫战略，如果说是你攻势的战略来讲的话，当然你就要买攻势的武器，包括你是不是要买核子武器，或者是说这个核子攻击潜舰或者是长程的攻击导弹。那你如果说是恢复你自己军国这个和平宪章来讲的话，当然你的武器只是限缩在你自己自卫能力的武器就可以。那大家去评估一下，如果说是你纯粹只是自保，当然你的费用会比较低。那我相信，不管是中国或者是俄罗斯这几个核武大国，他们来讲，他们是不会用核子武器攻击你的，因为这几个永和国家来讲的话，他们都有一个说法，都有一个限制使用核武的条约，就是说我不会用我的核子武器去攻击这个没有核武的国家。是。那如果说你日本不发展核武来讲的话，当然这几个国家不会用核子武器去攻击你。那我觉得日本自己最好要评估一下你的地缘战略，你就在这个地方，你搬不走，你国土是这么狭小，那你承受不起一次的核子武器攻击。我想说，2次世界大战已经证明了，福岛的核灾变也已经证明了，你承受不了核子武器的攻击，那你为什么还要硬要往核武方向去走，硬要往军国方向去走？我觉得美国应该看得很清楚。那美国我这个高市早苗，我建议你赶快及时回头，因为你的国家承受不了这个所谓的核子的1次5次攻击，对你来讲的话，会将你会遭受到灭国之灾。了解。好，根据美国五角大厦有一个最新的军力报告，现在产成了中共解放军已经具备对美国本土这样直接长程打击的安全威胁能力了。那么尤其是中共解放军的核武库存是突破1000枚的，并指出呢，中国目前的军事焦点毫无疑问是放在了第一岛链，而且随着北京持续的变得强大，解放军的成长要打造可以在全球投射能力的军队这其实跟这个北京一直宣称要在2049年构建完成世界一流军队的雄心这个时间轴其实是相符的。好，解放军如果真的像报告中说的那么强的话，那美国第一岛链的盟友，刚才提到的日本、韩国、菲律宾还有台湾这些岛链的棋子，又该来怎么解读这份报告背后意味着美中现在的关系，还有军事两国的一些化学反应，是在替美军的全球防卫重心我们要转移了？因为我们现在第一岛链可能没得玩了，我们要退走到第2岛链，先打一个预防针吗？还是说是五角大厦对这个中共解放军在虚假的恭维然后实质呢是针对性的一个话术？委员怎么看？既有恭维，也有实质的评估。这份报告有几个很重要的功用第一个，反映出现实，大陆现在正在增加它的核子武器的数目。有人说它现在只有500枚，有人说它有上千枚。对，这个我们不知道它几枚。不过合理的来讲的话，中国大陆至少应该有1500枚战略核子弹，500枚战术核子弹，这个符合它国家的体量。因为你美国有多少？有5000颗啊。当然，美国的战术核子弹比较少，听说只才100颗。可是俄罗斯呢，有6000多颗，有1000多颗战术核子武器那中国拿个2000多颗并不为过。当然，比较晚奏的核子武器的技术会比较成熟。是。但不管如何，中国有这么多的核子武器是理所当然的事情而且它又是2次大战的胜利国，又是五常连那个英国、那个法国都有几百颗了那中国如果像过去一样那么保守，也是100-200颗，我是觉得不符合它的国防的需要。那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份报告呢，那么把这个中国大陆的能量也夸大了一点，目的何在？就是要跟美国国会要预算嘛。你如果不把解放军形容得很强，而且说你看看2049年所以你要多给我预算了，所以这基本上是维护他军事预算不被美国国会给删减的一个很好的方法然后第3点他除了说要有国防预算以外，更重要的是什么？他要武装日本跟台湾。他讲说我第一岛链不够啦，所以就用这个理由
给日本跟台湾呢升级武装准备的一个理由。因为什么叫第一岛链？那个韩国是第一岛链嘛？韩国自己还不认为啊，韩国说我只关心北韩，其他应该不关心啊，不关心中国大陆。那谁关心中国大陆的军事成长？就是日本、台湾呐。那菲律宾啊，他有关系没关系都没什么差别啊，反正就是你美国给什么我要什么，没有什么我就算了，对不对？那你说中国大陆会跟菲律宾起武装冲突，也不切实际，因为菲律宾不经打，中国大陆也没兴趣。那真的比较有问题的就是日本跟台湾。日本跟台湾的话，就刚才这个丽佳就有提到了哈，这个日本的这些再武装啊，它是一个美国的政策，是一步一步往前进啊，有时候停一下，有时候扩展一下。那我个人判断，以像美国这样的气氛呢，他不想完全负起第一岛链的责任、防卫的这个成本，但是也不想完全退出。你说他完全退出也不太像啊，他会去积极的去供应台湾跟日本自己花钱买武器，对中国大陆的沿海的一些城市构成某种程度的威胁啊。用这种威胁的力量，他们认为这样可以嚇阻中国大陆解放军把力量投射到东太平洋。他基本上打的是这样一个算盘，所以他把这个解放军描述说，他有全球投射的力量。我跟各位讲，不可能。为什么不可能？因为解放军没那么多基地啊。全球投射力量是要很多基地才行啊。不要以为飞机啊可以不停的飞就能够打仗，这是另外一回事情。航空母舰不需要停靠就能够长期作战，不切实际。那除非说，这个中国大陆能够在印度洋啊，在大西洋啊，能够找到很多的军事基地，要不然的话，说中国大陆会把武力投射到全球跟美国争霸，这个是美国人用来怎么要预算用的了哈。但是台湾跟日本就要特别注意啊，因为日本修改什么安保3文件啊，那么再次拥有核子武器啊，我个人判断是在美国的这种战略思考上，这是不可避免的。那台湾的军事经费要常年维持个5% GDP 以上，也是无法避免的，因为这两个都是美国的附属国，一个比较大的位阶比较高的附属国，一个位阶比较低的附属政权。好，那就看解放军怎么去应对啦。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脉动，全球观点尽在环球大